宝表示自己才1天没来室外园区，园区的雪怎么就快没有了？这1天不来，瑞宝又要重新熟悉园区。辉宝在树上吃着竹子，看着姐姐对园区这陌生的样子，辉宝有点搞不明白，心想：姐姐这是失忆了吗？这次瑞宝探查的细致，因为这2天气温下降，爷爷们便给小瀑布停了，防止出水口被冻住。瑞宝刚好可以钻进小瀑布的石洞里探查一下，在园区转一会儿。瑞宝还要再回到妈妈身边，重新填补一下安全感。离开妈妈太久，瑞宝害怕了。一会儿，爱宝吃完竹子，瑞宝变成了爱宝的跟屁虫。爷爷给小泳池突然停了，这让爱宝也有了点陌生，一脚踩进来才发现是不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不过爱宝反应快，很快就明白过来是泳池没水了。而瑞宝这里似乎又发现了什么新气味，在小泳池里不断闻来闻去。就在瑞宝不断探索时，爱宝这里头也不回的走回了家。此时园区又只剩姐妹俩了。辉宝来室外后就没从小树上下来过。爱宝回去后将爷爷走了进来，将爷爷这身穿搭多少有点冷。出门必戴耳罩。瑞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立马往家走去，一边走一边搓着小手，表示室外实在太冷了，还是室内的空调屋暖和。而这时辉宝也开始准备从树上下来了，而瑞宝这里还没回去呢，一直在通道门口等着辉宝。瑞宝是打算等妹妹过来一起回去。瑞宝在通道门口催促着辉宝快一点。辉宝听到姐姐的催促声，也不再墨迹，径直走向了姐姐。宋头半蹲着趴在独木桥上，跟瑞宝谈条件的这个样子，对瑞宝的尊重感满满，根本没有饲养与被饲养的阶级感，而是像2个好朋友之间在耍赖皮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瑞宝这里已经在树上睡醒了，在树上扭扭捏捏伸展着懒腰，同时思考着自己要不要下去。这时只有瑞宝自己醒了。爱宝看到瑞宝要过来，还下意识地把脸扭了过去。看样子爱宝是不想受到打扰，还想再睡一会儿。瑞宝眼看没人理自己静悄悄地来到小亭子上，坐在竹子前，自己吃起了竹子。这坐姿妥妥园区小老大的模样。爱宝在一旁听着瑞宝这吧唧嘴的声音，爱宝也饿了。爱宝换了个姿势，开始和瑞宝一起吃。母女俩吃完了，还相伴着一起走到饮水盆前去喝水。只不过瑞宝喝完水走去了小滑梯，而爱宝喝完水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床上等下班了。爱宝的生物钟感觉到今天奶爸似乎又晚点了，于是爱宝来到通道门口给奶爸敲门，让奶爸快点。这次老宋头也没有墨迹，很快就给门打开了。爱宝回家后，辉宝这里也醒了，瑞宝这里藏在了小滑梯下面。瑞宝心想，这样老宋头就看不到自己了。但老宋头出门后直接走到了瑞宝的脸前。老宋头趴在独木桥上哄着瑞宝，同时还时不时的给瑞宝投喂点小苹果。老宋头想用小苹果来打败瑞宝的倔强，再加上老宋头这半蹲求人的姿势，很快就让瑞宝卸下了防备，乖乖从滑梯里面走了出来。而这时树上的辉宝也开始往下爬了。老宋头不慌不忙，慢慢等姐妹俩下来，同时一点一点向通道门口靠近。等姐妹俩都走到通道门口时，老宋头给自己的手里的小零食全喂给了姐妹俩，然后回到房间去给姐妹俩开门。姐妹俩这时就很乖了，自己就主动走回了家。辉宝一脚踩住树杈上的鼓包，后背同时紧靠住身后的树干，因为腿短，这里辉宝没办法像瑞宝一样直接跨上去。辉宝紧紧倚靠在身后的树干上，尽可能的让自己往上挪动，直到脚上没有着力点了，辉宝小手紧紧抓着平台，小脚腾出一只踩在旁边的树干上，接着另一只小脚抬高迈出。辉宝给自己的小短腿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，一下就迈了上去。这一下姨姨们再也不能说没看过辉宝爬树的样子了。辉宝爬上树后，在小亮台上高高站了起来，感觉到树上有点过于凉爽了，可以说是有点冷了。然后辉宝抱着小树干又滑了下来，小动作很是丝滑。爱宝这里就只负责吃，给上面小亭子上的竹子吃完后，又来到了下面。辉宝从树上下来后，跟着姐姐在园区四处玩耍。突然辉宝听见通道门口传来动静，辉宝意识到是爷爷要来了，辉宝赶紧跑回来，这次直接给辉宝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潜力。这动作丝滑到瑞宝看了都得拍手叫好。辉宝不想下班，心想躲在树上爷爷就够不着自己了。而这时瑞宝却主动的走了回去。瑞宝回去让爷爷给自己擦擦身体，干干净净吃小零食去了。辉宝趴在小亮台上，眼神逐渐迷离，感觉下一秒就要睡着了。宝瞪大眼睛看向通道门口，这时又有人进来，这次进来的不是老宋头，而是江爷爷。面对江爷爷突然闯入了自己的地盘，爱宝没有应激，100%的信任让江爷爷举手投足间尽显从容淡定。江爷爷在通道口呼唤瑞宝辉宝，瑞宝辉宝出来后，
将爷爷爬上了园区上的望福石上，观察着姐妹俩在园区玩耍的状态，同时嘴上耶波个不停。辉宝走进园区后，来到妈妈身后，想要骑到妈妈头上，但被爱宝无情地挤了下去。这一摔，好像给辉宝摔进了泥坑里。辉宝爬起来后，身上浑身脏兮兮的。辉宝爬树爬不上去，找妈妈玩，妈妈还不理自己，这给辉宝搞得想回家了。将爷爷站在园区上，辉宝让辉宝在园区多玩一会儿。而瑞宝这里已经躺在小亮台上晒起了太阳，这种充足的阳光是室内园区没有的。一会儿，辉宝也走了过来。爱宝宠溺的回过头，跟辉宝向自己刚才给辉宝摔在地下的行为气。辉宝就这样原谅了爱宝。此时，小树上的瑞宝让辉宝也上来玩。辉宝在姐姐哄劝下，开始尝试爬树。瑞宝还帮忙拉了一下辉宝，姐妹俩齐心协力。爷爷和姨母在园区外面都觉得这次辉宝一定能爬上去，但结果却是相反的，辉宝这次还是没爬上去。爷爷让辉宝不要灰心，表示等下一次一定能爬上去的。爱宝吃饱喝足想回室内了。爱宝看向奶爸和姨母，用眼神示意他们去开门。很快通道门打开了，瑞宝和爱宝先走了回去。这时辉宝还想在园区再玩一会儿，明显没玩够，将爷爷走来园区。经历了瑞宝辉宝来室外园区后的第一次收熊，好在辉宝爬不到树上，这要是瑞宝，想必江爷爷就有个头疼了。而辉宝被爷爷挑逗了一下后，立马就跟着爷爷回室内了。今天瑞宝辉宝给老宋头整魔怔了。临下班回家时，老宋头都走上秧歌步了。今天瑞宝辉宝的小躺椅被拆走了，无聊的瑞宝没得玩了，又重新霍霍起了园区的南天宝。爱宝走到瑞宝身边，嘱咐了一下瑞宝，让瑞宝玩可以，别给南川宝整死了就行。而一旁的老宋头看了，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，赶紧来到园区陪姐妹俩玩，以自己为丰荣，让瑞宝忘记南川宝。老宋头给姐妹俩在小亭子上表演起了秧歌步。节目演完，老宋头又给姐妹俩去拿来了小零食。虽然老宋头给小零食藏在了身后，但这并不管用，早已被瑞宝辉宝看穿。手中有小零食的老宋头对于拿捏瑞宝辉宝可谓是手拿把掐，让瑞宝辉宝来哪他们就来哪。喂完姐妹俩小苹果后，老宋头突然加速放下了手中胡萝卜，然后跑开。老宋头这一操作，瑞宝辉宝好半天都没缓过神来。这时爱宝走进来了，姐妹俩堵在爬梯口处，爱宝站在爬梯上稍微张望了一下。都知道大熊猫是近视眼，爱宝似乎没看到老宋头放的胡萝卜，转头离开了。这时老宋头急了，发现自己放的胡萝卜有点失败，本来是给爱宝吃的，这下怕被瑞宝辉宝吃掉，又给带走了。等看到爱宝又回来了，老宋头这里再次来到园区，将胡萝卜插在了一根杆子上，递给了爱宝。老宋头虽然平时看起来疯，但并不傻，让他徒手喂一只成年的野生动物，这种事儿他还是做不出来的。老宋头也只能趁爱宝走远的功夫来园区嘚瑟一下。爱宝去喝水的时间，老宋头再次来到园区，给姐妹俩又送来了小零食。姐妹俩这里躺在地上，惬意的吃完胡萝卜后，也没有再调皮，而是乖乖跟着妈妈回了家。那出爱宝也想爬到独木桥上体验一下，因为姐妹俩这坐在树上的样子给爱宝馋坏了，尤其是辉宝这吃着竹子仰着头看着天空的样子也太悠闲了，再加上姨母不定时投喂的小零食，这才是国宝应有的生活，物质基础和情绪价值得到了双重满足。今天姨母来到园区时，此时爬树刚爬到一半的瑞宝索性不爬了，从树上下来，来到小亭子上吃姨母刚放的新竹子。瑞宝现在竹子品鉴的多了，也懂得什么是好竹子，什么是坏竹子了。而辉宝这里倚靠在树上吃着竹子，这哪是熊啊，这分明就是人。辉宝这皮套下面一定是有个小孩，这一整个不羁的模样，姨都模仿不出来。这时姨母又回来了，姨母给了瑞宝一块小胡萝卜，然后又走去辉宝身边，投喂给了辉宝一块。虽然爱宝也是大熊猫，但爱宝现在感觉双胞胎的生活就是比自己的要舒服，也可以说是他们更加松弛，累了就随地一摊，反正园区是安全的，饿了不出几分钟姨母就会过来投喂，没有可以烦恼的事情。而爱宝想爬上独木桥的原因，想必就是想找回一下自己以前也拥有过的松弛感吧。想到拥有小躺椅的第一天，抵挡住小躺椅诱惑的居然是辉宝。今天有了新的小躺椅后，爱宝都不想去室外了。一天下来，这一家三口不是在抢小躺椅，就是在抢小躺椅的路上。而姨姨们今天排队就是来目睹一下姐妹俩这新家具的。辉宝发现自己这里根本抢不过妈妈和姐姐，识趣的辉宝自己去到了另一个小躺椅上，什么东西都做2份，真是老宋头最明智的选择。辉宝看妈妈和姐姐在小躺椅上抢得火热，顿感他们幼稚，自己则成熟的像是个大人。
眼看这里的气氛跟自己这成熟稳重的形象实在是格格不入，辉宝自己跑去了独木桥上寻找自己的成熟去了。而瑞宝和爱宝这里显然没给辉宝当回事，继续打闹着。很快通道门打开了，辉宝这里没有任何的前摇和犹豫，一口气跑回了家。爱宝这里这时给瑞宝丢下了小滑梯，瑞宝被丢下小滑梯后去到了自己那小独木桥上。现在室内园区的玩具对瑞宝来说实在是太多了，瑞宝玩完一个还有一个，根本没有想回家的心。而爱宝这里因为园区已经没有吃的了，爱宝需要回家吃饭了。对于玩来说，吃才是爱宝最需要的。瑞宝这里独自一人爬到了树上，砍了会儿竹子后又趴下了。瑞宝这个模样越来越不像是大熊猫了，因为瑞宝太懂享受了，已经超越了人类，吃竹子也不用手，直接用嘴叼过来，然后在嘴里咀嚼。而对于回家的问题，就交给老宋头另想办法了。